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你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卓冠廷，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思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博毅，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汤仁君，大家好。好，那一开始呢，那所有现场来宾，来，大家掌声感谢将军，感谢仁君，谢谢。好，一直看我们的节目的观众就知道今天为什么大家都要感谢。大家今天都吃到鸡排了嘛，对吧？嘴巴油油的，对，还有饮料，还有饮料。这时候我一定要帮国民党喊句：国民党加油！加油！主分了，害我。是。大家都感谢了将军，感谢了仁俊，可是你们应该感谢何英路嘛？对，是不是这样？所以我说国民党加油啊！厉害，加油，没问题，加油！一次让两个男人都输了，真猜不透他。开个报纸出来，真猜不透。那请问一下，他退党了没？他说他去做这个动作了，但是好像不是讲了就退，没有，还要递出他的那个退党申请书。退党申请书要对将军有经验嘛，还要核准，对。OK， 好，那为什么会讨论到这？那是因为包括何英路的效应是不是还在政坛上面在延烧呢？那对国民党来讲的话，那未来在2026或2028路线看起来已经非常的清楚，胜货已经主打出来了。那包括和平跟引战之间，这大概是国民党在2026、2028主轴都已经出来。那民进党会怎么样去应对？那包括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然后到了南部去，你可以看得到，对柯志恩来讲的话，这些南部的战将要怎么样去打这一块？那在现场的时候，当然记者也有问相关的一些问题，让你看一下。来，很遗憾，我们下一次的考纪会还没有召开，何女士就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决定。高雄市不是民进党的痉挛，支持柯志恩就是支持和平，支持柯志恩就是支持拼经济。今天不止投给柯志恩，就是投给郑丽文。柯志恩的背后不只有郑丽文，还有整个国民党的团队支持我们，就是支持中华民国。我想这是非常非常确定的。那柯志恩跟郑丽文有什么一样，有什么不一样？郑丽文比我高了。个性方面呢？我想我们都是非常的直接，而且主席本身来说，他也是从街头起家的，他应该会很清楚在地的一些的民意。来，冠廷是看得出来吧？那郑丽文当时在高雄民党的战将，就有人喊说投给柯志恩就投给郑丽文，郑丽文大辣就是说对，那又怎么样？而且加一个柯志恩加一个就是投给中华民国。那未来这场仗就是和平跟引战之战吗？没错，这背后啊，我要讲的是说国民党其实面对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何英路他虽然退党，可是他的谈话其实像是一把刀一样扎在国民党的心脏上面。为什么？何英路退党前抛出了关键问题。郑丽文，你讲的中国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句话不是道破了中国国民党在过去几十年来，尤其是在近期，当大家在讨论说，你这个中国在国际上已经没有认为叫中华民国了，这个中华民国就是台湾，而国民党的人，尤其像郑丽文等人，一直要强调我们就是中国人，已经让他们在路线上面产生的自我认同的矛盾。何英路直接讲他说。你是中华民国的中国人，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他在对郑丽文讲嘛。后面继续更恐怖，诱导我喊和平统一，早日回到祖国怀抱，现在又考绩处分我。何英路是国民党的中常委，国民党不是什么路人国民党不是什么小咖能选上一个政党的中常委。他认为被国民党的党主席跟政党的方向给诱导了，所以他才讲早日回到祖国怀抱啊。才喊和平统一啊！结果你现在因为这个理由，你们就要把我给开闸，对我停职，所以他认为他有冤屈嘛。我回来，国民党其实就是要跟大家讲，那你们路线到底是什么？今天你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事情在何英路身上就产生了矛盾啊。如果连国民党的中常委都会矛盾，都为这种事情要退党，就是以这个证明自己的就是理念。那请问一般的台湾人民不会矛盾吗？他是圈内人他都会认为他被郑丽文给诱导了。那回来，今天郑丽文这件事情对明年最影响直接的就是选举的正面还是负面效应。这2天有南北各有一个讯息出现。北部要先那个谴责我们的前辈洪建一议员，他自己先挂了一个看板，投给郑丽文就投给蒋万安。对，结果高雄现在大家开始在讲说，投给这个柯志恩就投给郑丽文，这个事情国民党一定得面对吧？郑丽文就是他的党主席，
国民党每个候选人的背后的主席就是郑丽文。那我大概这几天也跟一些国民党朋友有私下有些交流了，我觉得不外乎大概3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我认为选议员的人影响不大。我举例，博弈兄的选区大安文山4%、5%当选，郑丽文差不多，对4%、5%当选，我的选区7%当选，就算郑丽文再怎么没有过半，他有一定程度，比方说10%、15%或20%很忠实的支持者，郑丽文他还是会很多议员邀请他啦。我讲我这几天问了一个国民党朋友说，郑丽文主席要帮你议员站台，愿不愿意？大家还是都说愿意。可第二个层次是市长的层次，市长我觉得从今天柯志恩的回法就知道市长一定会闪，市长候选人的闪法就各凭本事。你看哦，当郑丽文自己把主导权转过来，对啊，投给柯志恩就投给郑丽文。那个柯志恩在旁边，我认为还是蛮厉害的。表情管理算不错知道我们会做文章所以维持这个180度的笑容，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变，对，蛮厉害的，专业不愧也是那个这个节目主持人哦。为什么柯志恩要非常小心这件事？因为他知道一定会被做文章。郑丽文他对市长来讲绝对是票房毒药嘛，所以后来当媒体在问柯志恩的时候，柯志恩就直接讲说，这个投给柯志恩就是投给中华民国，他要回避郑丽文的这样子的一个连结，然后用中华民国来取代郑丽文。我觉得现在看起来问起来没有人有办法。刘冠廷，你看哈，像郑丽文，他也深知所有的，包括好，你说街头运动出身，然后讲话当然会知道什么样的术语，讲什么词，媒体会特别感兴趣。所以他这2天他直接讲，包括不是讲那1.25兆的那个国防特别预算，他直接点名赖清德总统说：“你要当泽连斯基吗？”意思就是要引战吗？要把台湾整个变成了？他们直接把这个做一个连结啊，就恶劣啊，恶劣至极啊！全世界都知道泽伦斯基所领导的乌克兰不是他们去打乌克兰，不是他们去打俄罗斯啊。俄罗斯讲的理由，你们那边有纳粹，所以我要打你；你们那边有法西斯，所以我要打你。就是你侵略者找理由嘛。所以他们，我讲郑丽文现在的论述就是：好，那你要把国民党带到国际上面怎么看待中国国民党？台湾最主要的一个政党，你要跟北韩、跟俄罗斯、跟这些集权、跟中共这几个国家走在一起吗？所以我认为郑丽文他是想清楚的。我讲个不负责的话，我认为对郑丽文而言，明年的地方选举选的好坏，他根本不 care。为什么？不是他是党主席，他不 care， 他不 care。如果万一选不好，他党主席会不会被逼宫下台？我问你啊，如果你 care 的话，谁会在一个台湾支持度没有这么高的一个党主席，就是以光谱来讲，在一个高雄，他们认为这次还一定要强攻，有机会，他们认为有机会赢好好的努力，他们要拼的一个市长候选人，而且相对其他国民党立委长久以来算比较理性，然后算相对比较中道。可是我这样讲不为过吧？然后在旁边讲，同时他就投给我，这故意的嘛。我认为郑丽文现在是他有任务，他的任务我先讲，我不知道他的任务来源是谁，有可能他个人的信仰。有可能有人认为是境外势力，有人认为是国内其他影响他的人，很多推测。可是他的任务就是要让国民党走向他认为对的方向，所以回来源头退党的这件事情，和一路退党这件事情，这是国民党的方向要走去哪里？我最后回来讲国民党现在要思考的事情，我刚才讲的地方选举，那是影响地方层次而已，议员、里长、市长而已，是国民党的方向会不会就确定了中国这件事情变成他们要一直挂在嘴巴上讲。其实国民党在过去几十年来花了很大的努力要洗刷这件事情。他告诉大家，你看从以前马英九的时候说新台湾人，从大家一直到中国国民党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在1996年总统大选之后，为了要得到台湾多数人民认同，他一直要洗刷中国国民党的中国2个字，要把中国国民党跟中华民国跟台湾跟台澎金马粘得越近越好。可是郑丽文今天选举的方向是，选择的方向是要把中国跟中国国民党粘在一起，那这个是路线会是一个重大的选择。来，博宇一样，除了刚才冠廷论述的这些以外，看得出来国民党未来这场仗的主轴已经出来了，就是和平跟引战。包括萧旭晨，你们副主席萧旭晨也直接讲，他用词就是和平跟引战之间。但是对于民进党有很多的朋友就直接说，那个和平是怎么来的和平？和平有很多种方式，用实力争来的和平，还是用屈膝的方式争来的和平？这是你们未来要面对的吗？其实我觉得蛮无奈、蛮悲哀的。民进党执政10年了，在明年的2026县市首长大选上，居然还是要把议题放在意识形态，跟国家安全主权上。县市首长的选举可不可以讨论一下民生状况？
可以讨论一下地方建设、基础建设的好不好？高雄、台南滥垦滥伐的这么严重，台风来的时候淹得乱七八糟，这些事情居然不是民进党的主力。怎么样让地方的建设变得更好，让民众生活改善，不是民进党重点呐。现在民进党重点还是在意识形态上，在两岸上。那老实讲，那怎么办呢？国民党只能够应战嘛。所以和平跟引战，既然民进党想谈，我们就陪你谈。老实讲，那怎么办呢？国民党只能够应战嘛。所以和平跟引战，既然民进党想谈，我们就陪你谈。但我老实说了，我觉得县市首长选举应该更要 focus 在各个县市它本身的建设以及它的未来的规划。这才是县市首长大选的真谛嘛。就2026硬是要搞到两岸问题，那我觉得 OK。我们现在就来谈两岸的状况。先讲何英路小姐的事情。我先说吧，她之前穿的那个毛主席的衣服，在那开直播。节目上我会讲啊，这开什么玩笑？这一定要处理啊！那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糟糕，因为他毕竟是中常委的职务，讲出那个话来，这个人家会怎么想？国民党对内部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当何英路小姐讲出说是我们的郑主席诱导他将同意的时候，我就安心了，我就安心了。我想一般人都听他讲这话也是满头问号啊。大家还记得何英路小姐她当时讲的话？被大家所认为有很大的问题，其实绝大重点并不在于统一，它的重点是什么？它的重点是让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啊！如果讲的统一，你可能是我们统一对方等等的，我相信这个大家都没有争议。但是何英路小姐她当时讲的是我们被对方统一啊，台湾进入中国大陆的怀抱，这整个被打爆、被骂翻了。就没想到现在她居然还是把理由 focus 在是我们的主席，国民党的主席诱导我们的前中常委讲统一。我想说这个东西，大家民众听了就笑话嘛，证明何英路小姐讲话没有任何的公信力。所以接下来你说何英路小姐之前穿毛主席的事情，对国民党会不会有很大的杀伤力？我个人认为不会，我就摆明讲了，因为他这个东西，国民党连内部的人一听到就觉得这是个笑话。那剩下的中间选民或者是绿营的不讨论了，中间选民看到何英路小姐的做法，看她讲出来这种话，大家会觉得她真的是老实讲。我觉得有点太碰红了，就是不是一个实事求是来表达他的想法，也不是大家可以讨论来理论的东西。如果大家认为我们国民党的党主席诱导我们的中常委讲统一的话，那我老讲会有这种想法的人，我猜可能也不是国民党的受众，因为毕竟他讲的话跟我们党目前主席讲的话是截然不一样的。我们主席觉得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但是从来没有说台湾要投入对方的中国大陆的怀抱啊，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意义啊。所以对国民党接下来而言，当然第一个你的讲话要更精准、更确实，因为选战越来越近了。你讲出来任何一个话都容易被见缝插针，或者来做文章。但是因为何英路小姐她讲出了这些很荒谬、可笑的一些言论，所以让我觉得何英路小姐现在接下来讲的任何言论，对国民党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杀伤力。但罗毅会不会出现那个刚才冠廷那个灵魂拷问的那一段？就何英路说，第一个他所谓的诱导，那我有听到有绿营的朋友解读说，那是因为郑丽文你又去秋季，吴石又在那儿，所有的这一些好，包括讲那个要骄傲的说中国人这些，会让何英路觉得说他找到民主了。原来这时候是可以大鸣大放的时候，所以他说诱导，民党有人这样解读。第二个解读就是在讲说，那所有这些刚才尤其是何英路最后讲那段，那个中国人的定义到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的中国人？这一段对国民党来讲会是很困难的解释吗？我会直接告诉他，中国是中华民国。所以何英路小姐如果她有不同的看法，她离开国民党，我们都尊重她的选择，也祝福她。她也许可以到对外去找他们的一些什么政治委来做，因为她的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不是啊，国民党不是，就讲非常白了。所以何英路小姐现在她自己愿意，你就说请辞中常委好了。那是他的个人的想法，党中央一样要处置，包括接下来到底是不是开除党籍，或者是等等的作为，不是因为何英路小姐自己请辞就没有事情的。我觉得党中央态度要拿出来，不要被别人瞧不起。所以还是要处理，我个人觉得一定要处理，这样处理啊。他请辞他的事啊，他东西送进来是请辞还是开除，这是不一样的。你比的也对，因为将军也是请辞，你比的对，我也申请退党了，是，我也申请退党，他也没有核给我，将军是我们的损失，他也没有把你挽回来是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个就开除好不好？不一样，这样将军不会认同台湾是对岸的。当然不行，对，当然不行嘛。我觉得这想法是一致的，不然我怎么会请你吃鸡排啊？对不对？这个谢谢。所以我只能说，
何英露小姐她的言论现在很明确了，已经跟国民党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她的想法、她的理念，我们尊重也祝福，但是绝对不代表我们中国国民党的想法以及态度，更不代表我们主席的态度。但是接下来整个政党里面该怎么样让我们的一些党公职高层不要被容易对手见缝插针，或者拿很多的言论出来做文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事情。那刚刚冠杰其实就讲到了选举的事情嘛，就说主席的讲法会不会影响到就是大选的问题？第一个啦，我相信主席一定非常在意明年县市首长大选，因为选不好，位置就不稳了，一定的，一定会被逼宫嘛，所以一定要能够想办法选得好。而目前就我所了解到，党内对于正主席目前的状况，其实算是相对的稳定哦。OK， 因为其实你从外面的民调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其实不管说高高低低啦，国民党的支持度目前这段时间，从曾立文主席就任到现在，算是相对还在稳定一个阶段。就没有高，对，没有高，也没有什么特别低，就差不多满意度都还算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这代表一个什么意思？代表了国民党目前为止对于正主席的看法，至少就泛蓝的群众而言是相对于没有特别的有意见。OK， 但问题是这够不够？我个人觉得不够。因为很简单，你说台南、高雄，以国民党现在就算稳定我们基本盘好了，选得赢吗？还是选不赢嘛？我一定要逆势翻盘，能够拉到中间选民，甚至拉到浅绿的，才有机会翻盘台南跟高雄等等的一些绿营执政的县市。所以正主席现在就算是稳定的，可是对于中南部的选情，我觉得并不是特别多的加分。所以接下来怎么样让中间选民甚至浅绿选民也能够认同国民党的态度跟理念，我觉得才是重中之重啦。因为单纯的你说稳固自己的基本盘，你说比较偏北的县市，目前看起来还算稳得定，除非接下来跟白营的一些不是那么合作那么顺畅的话，那当然不敢说。目前感觉起来还算是相对于是比较稳定的选情，但是南部以下我们该怎么样去做？我觉得党部要赶快想出一个办法。我的建议是，中南部有一些国民党籍候选人，尽快的完成提名的动作。其实不需要再等了。你说包括像柯志恩委员，其实高雄大家都知道，我们就是派柯志恩就是他了嘛。那现在还在等什么？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等。当你早点提名确定好之后，党中央整个的资源灌注下去，我觉得会造成不一样的态度。那台南的部分，那假设如果有陈以信委员想在参选的话，那要尽快办初选，因为对于民党而言，大家看到很多县市实际上民党是已经准备好了，他也都派出确定好的人选要出来对战了。OK， 怎么样让两军的阵势尽快的稳定下来，然后做后续充足的动作？我觉得国民党这个速度必须要加快。OK， 因为博弈是国民党新生代的佼佼者。我刚刚听完他一席话，我就知道国民党接下去1年的战略。第一个在地方选举，他们要避嘛，他们要避两岸的争议。两岸这一题，博弈刚才讲的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哎呀，我们来讨论市政啊，哎呀，我们来讨论这个地方建设啊，这个很有道理才对。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我完全可以反驳。你们连选一个国民党党主席，赵少康大哥都出来公然指控中国介入选举，你确保这次地方选举中国不会介入？我觉得国民党要深思，就是说两岸的路线的方向，然后以及这一次的选举，你们希望中国不要介入。中国不要介入，才给我们有好好讨论市政的空间呐！你们连选党主席都有可能介入，所以这背后牵扯到国民党主席。那你跟中国的关系是什么？来，第二个，就国民党也没有像博弈讲的这么稳定了。中常委退党是天大地大的事情。不要闹，吴哥，今天如果我们民进党某个中常委退党，我怎么可能这么轻描淡写？这天大地大，现任中常委。这个不要开玩笑。两个政党可能状况不太一样。也许你们没这么重视中常委。我个人，他没有轻描淡写，他是欢欣鼓舞。针对这一位，可是我个人想，对我个人想法，对，我个人想法。就最后一个我讲，就是说郑丽文其实他已经被定型的原因，不是说大家抹他了。就选举的时候，赵少康大哥等于指控郑丽文阵营，意思就郑丽文阵营有中国介入或帮忙嘛吼。那第二个部分包含去祭拜无实，第三个每天挂着嘴巴上就是讲我是中国人，其实这三个起来跟台湾多数的民意是比较背离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国民党还是要思考。我做补充一点，就是老讲你说中国人这个认同度，说实话，这个绝对会是国民党的一个。就是未来的一个讨论方针，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这是确定的。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是，也没有改变过。但是，请绿营包括相对应的政党或执政党要多去想一下，现在台湾除了我们认同是不是中国人之外，
两岸到底会不会发生战争的状况？我觉得执政党就想清楚。讲白了，2026大选视同于赖清德总统执政这2年的成绩单。我就摆明讲，执政的好，2026绿营县市首长大选就获胜；执政不好，2026县市首长大选绿营就会大败。所以这次选举对于赖总统是一个考验。但我必须要讲，赖总统现在有几个点，我个人觉得是被完全打脸的。还记得他当时参选的时候，他讲过什么话？他说他当选了总统之后，两岸开战的几率最低。中华民国的国号依旧在。第一个先问王义川委员，他是赖清德总统指名的民进党不分区立法委员，请问一下，他说他哪一国的立法委员？他说是台湾国。请问一下，那中华民国去哪里了？赖清德总统要不要出来讲一下？我就问了，是你提名的立法委员，他说他是台湾国的立法委员，那你的中华民国国号还在不在？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说他当总统，两岸开战几率最低。大家现在觉得两岸开战几率还低吗？最近大家有没有收到一个手册啊？国防手册，记得一堆橘色本本。我相信我家里收到了，我议会也收到，我相信在座很多长辈都收到了。如果两岸开战机会最低，好，你不是长辈，我知道你在乎长辈那2件事。前辈不是，对，我一看就知道他在乎的是长辈那2件事。哎，是，你们怎么可以没有任何反应啊？先进，在座的对，先进们都收到了。如果状况这么的好，为什么要发这个本子？然后为什么赖总统要讲2027年对岸可能有所谓统战的这个疑虑跟争议？为什么要增加1.2兆的特别的军事预算来跟美国买武器？如果两岸真的这么和平，1.2兆可以用的东西非常的多啊，民生、老福、长照、幼儿、弱势，为什么要把它之前花在军事上？就代表两岸关系真的是非常紧张嘛。为什么要把它之前花在军事上？就代表两岸关系真的是非常紧张嘛。所以赖总统之前选举前讲的，他当总统，两岸开战几率低，以及中华民国的国号依旧在，现在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OK， 而这些问号会不会影响到明年2026大选？我觉得民进党包括绿营自己好好检讨一下跟评估一下。我要回应，但我回应之前，我想先问博弈一个问题。所以你反对1.2兆的特别预算吗？我没反对，只要合理就买。对，所以那你刚才在讲为什么要编？不是啊，因为我讲的是需要啊，不是。对啊，为什么需要？要开战嘛。他讲开战几率最低呀。错。来，我跟你讲，简单回应哦。第一个，我们在选总统的时候，赖清德总统在选的时候，或者是蔡英文总统在选的时候，我们都一直跟人民讲，投给民进党才能保障两岸和平。国民党也说投给民进党可以保障，投给国民党可以保障两岸和平。策略分别是什么？我先讲，马英九执政的8年，你们声称跟对岸关系最良好，你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在习近平跟所有他们这些将领的领军之下，增加对台湾的国防预算增加了1倍。他没有因此而对台湾的威胁而减少啊。第二个，你怎么能证明谁执政谁会开战？民进党的政府非常负责任，告诉大家，2027年之前，中国会做好侵略台湾的准备。这是不是我们讲的？这是美国所有智库讲的，公开资讯全部都有。第三个，我要回应博弈。为什么要发国防手册？为什么要发救灾手册？那一本如果你认真看，我看完对我自己受用非常大。第一个，观众朋友，你们知道平常家里应该要囤多少公升的水吗？我说真的，我本来不知道。看完知道，我知道3公升。第二个，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家的宠物毛宝贝，你的猫、你的狗，平常储备你自己家里的粮食以外，要储备他们的粮食，因为战时或者是地震或天灾，常常有时候会忘记。再来第三个，今天大家知不知道非常多的要准备的事项有 checklist。这些事情能够让你看到，我们那一本相关的防卫手册、相关的自保手册，小局书，在国际上面现在是各国要学我们的。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们反对，你们认为不应该发，那就告诉大家怎么样能够帮助大家有办法有更清楚的认知。我认为这样子的做法是对的。第三个，我要讲王一川，王一川他从以前到现在支持台独建国，不是新闻，他以前还是台联的。民进党1999年。台湾前途决议文确立之后，就确定了党的方向。民进党里面各种论述都有，我们也有中华民国派，我们也有台独派。可是党的方向是什么？我最后20秒把它讲完。1999年台湾前途决议文之后，我们就冻结了台独党纲。我们认为台湾是我们的国家，国名叫中华民国，未来有任何变动，由2300万人决定，这是党的方向。民进党不会剥夺任何人他对于自己是谁以及他来自于哪里的发言权。可是我们的论述就是维持现状。2300万人未来决定，但现在叫中华民国。不会最后一趴。第一个，
王一川是赖清德总统所提名的，对啊连赖清德总统所提名的自己人都不认为他是中华民国立法委员，你还跟我讲什么叫中华民国国号还会保持？拜托你自己提的人呢、这不是一个随便的路人呢、民进党提名的一个立法委员，不分区代表党的意见，直接光明正大讲他是台湾国的立法委员。为什么不行？你跟我讲为什么不行？那赖清德总统，麻烦请你一下，你就不要讲说中华民国国号不会消失，因为连你自己提名的人都不认同你的讲话。我们党的方向没有改变呢。那就请赖总统出来讲啊，他认不认同？他认不认同王一川委员讲这句话就好了。什么意思？他认不认同王一川委员讲的？我就可以回答啦。我认同你有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利啊！我是问赖总统，民进党，我现在问的是赖总统啊，他不会回你，我回你嘛？不是，对吧？我回你啊！好，那你回答，对吧？我就讲，所以你认同他讲，我尊重他发表的看法，那你认不认同？因为赖总统讲的中华民国国号不会消失，现在没有啊，没有消失啊。他自己提名那个不认同的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呢？逻辑，要回答我啊！讲逻辑。蔡英文到赖清德现在只剩10年了，哪一天中华民国国号消失？不是，你现在立委不承认嘛？没有不承认，你自己。没有不承认，王一川承不承认？王一川宣誓的时候，他是中华民国的。可是我觉得他在讲的他是台湾国的，他个人认同他是台湾国，那就不要宣誓我是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为什么？因为比如他没办法同样的认同两个不同的事情嘛。这两个不一样，为什么不能够？这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不能并存？没事，我为什么不能并存？这话你讲太久，我只讲个东西。你讲，真的要讲清楚。如果我讲，如果各位觉得王一川委员是认同中华民国也认同台湾的，我都尊重，没有问题。包括另外一个讲的，刚刚讲说，如果民党的执政，大家都认为两岸其实变得更好，两岸不会有开战，几率不会变得更高，我也尊重，我也尊重，但最后的结果，民众2026会告诉你答案。好，所以这东西其实就大家来决定好了。包括现场，因为任俊跟将军两位在上次为了何英若的事情，两个会有不同的一些看法。对，两个人各自有一个心路历程，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任俊是觉得国民党一定不了了之。有人那时候说国民党对何英若建议，因为后来大家发现他是停职嘛，不是停权。那所有的规章里头也没有所谓的停职一项嘛，对不对？对。然后大家就讲说啊，那就是做样子吧。那反正也许要对别人交代，不知道对谁交代。所以这样，任俊那时候说不会，那大概就不了了之。那立论基础是因为国民党不敢处分他吗？还是怎么样？那现在包括郑文就直接跟你说，国民党是有制度的，而且因为这一段，像博弈他们，你在节目看到很多国民党来宾都没办法接受他说你穿个毛泽东衣服，然后讲国民党被打败，对，还要笑好，然后呢讲了一大堆。那时候就好像，如果身为国民党人，应该比其他政党人更生气，应该是这样。可是你说他不敢处理，他就自己退党，不管他退不退。郑文就是他们有制度，甚或在未来，郑文当他对着镜头，柯志恩在旁边，他都可以大大说投给柯志恩就投给郑丽文。显然他也很有把握啊。你们说是票房主要，谁说的？我由南走到北给你看。我是真的没想到何英路这么撑不久啊，因为前面的言论讲成这样。但我还是这样认为啊，因为刚刚博弈有讲嘛，说就算你今天退党申请送上来，国民党还是该处理，就是该退党或者怎样。我个人到现在还是认为不会再处理，即使他再送过来，因为国民党这个炸弹已经拆了嘛，他已经自动就退出了嘛。如果他今天真的把这个送上来，那如果真的没送上来，我相信大概也不太会有人像主持人会问说，他到底退了没有？到底算不算退？这件事我认为国民党我帮你追就过了，我就等着看你怎么去催他。我要帮你追啊！我帮你追不是？我以为你要去那边举步。不是，因为对国民党来讲，这个炸弹已经解除了。我如果再不断的去处理，你其实看今天郑丽文的态度就好了嘛。郑丽文是个聪明人啊，他非常的知道，大家外界都在传要跟他切割，要跟他切割。郑丽文不是一个乖乖等在那边等着大家说什么的人嘛。你看柯志恩是经过大风大浪的当年选举的时候那个美白小腿，柯志恩脸色还为之一变，这次没有，他就微笑这样，对不对？但问题回来了啊，不是你柯志恩要不要，跟我郑丽文切割。郑丽文今天刚刚那一大段的说法很聪明啊，支持柯志恩就是支持拼经济，支持柯志恩就是支持和平，但是我郑丽文在这2项之上。我看完之后，我觉得郑丽文在表达一件事情啊，政及党啊，因为他是党主席嘛，但政及国啊，下一个会不会政及天下？就是对县市首长来讲，你就算不切割，我就是不碰你的议题，问题只有冷处理就对了。对，问题只有一个，郑丽文容不容得你不碰我？
不行吗？我惹不起你，我躲你还不行吗？没有啊，我愿意去啊。你看今天的那个柯志恩的说法，其实你看得出来是郑丽文在主导，他不是主动，他其实在主导整个的那个 tempo。将军，请问一下，对何英路的角度来讲，你们是要处理我何英路，还是应该处理主席的话？到底要处理的是哪一段？我先讲哦，因为刚刚博弈有讲到王义川讲台湾国嘛，然后最近有一个陆配叫做若愚嘛，他说拿了这个1万块钱，你也不要逼迫我承认中华民国，这2个样态我都不认同，我都不认同。我中华民国派的，我的唯一的国民是中华民国，所以很多人说你是台军少将，我说我是中华民国的国军少将，不是台军。那如果你叫我台军少将，那你不是跟王义川一样，我是台湾国的国军。所以我讲这中华人民共和国很怪，他硬要矮化说你是台军。那台湾如果是国家，那我不变台湾国的少将。所以中国也是在乱搞嘛。所以但是呢，我说不管是王义川讲的台湾国，还是这个陆配若愚讲的不承认中华民国，我觉得在民主社会我都尊重。因为你并没有实际去从事去推翻中华民国，你去推翻中华民国，对不起，我是国军备役，真是打起仗来，我还是要上战场的，我绝对不同意。因为你在推翻我的国家，我叫中华民国，所以我说中华民国我们都认同。但是这一次我讲到何英路有没有贡献？我觉得有贡献。我这个鸡排这个饮料我甘愿，我请的甘愿。我为什么说他有贡献呢？他把中国国民党的国共模糊空间给切清楚了。真的，国民党一直在打一个国共的模糊空间。什么叫模糊空间呢？就是我就是一中，然后在台湾就说我中华民国，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去说一中我们反台独，这叫模糊空间呢。什么叫坚定立场？何英路叫坚定立场。我管你在台湾，管你什么国民党的，我就是毛主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没有模糊哦。那他不模糊，郑丽文就不能模糊，因为他今天赌气的对象是郑丽文哦。他穿了一身绿。他为什么穿一身绿？就告诉你啊，那这样子难道我也是民进党了吗？对不对？我挺毛主席也变民进党，只要不跟国民党站在一线，都变民进党了吗？所以他是告诉你，你国民党休想跟我搞国共模糊，国就是国，共就是共，我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你讲的一中，如果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不起，你跟我不同道，所以我退党。就这样子。所以那么现在郑丽文他因为何英路事件，他不能把统一或是一中包排成红统蓝统都可以 ，OK， 没有模糊空间哦。你中国国民党讲的统就是蓝统，就是蓝统。如果你国民党讲的是蓝统，那你应该更主张加强国防你要统一大陆的，你知道吗？统一大陆是60万国军的年代，还不见得打得过我们现在才多少21.5万不够啊，至少要215.5万啊，要210万才够打。那你应该更支持国军啊，因为你的国防政策跟赖清德的不一样哦。你是蓝统的哦，不管你是要主义的统一还是要武力的统一，那你至少形式上你要增加国防啊，要现在的10倍啊，那看来没有嘛，所以你并不是要蓝统嘛，你只是用一个统来包不打仗，就是你把和平跟经济包在一起，所以我讲一中不管是统一，不能再去包红蓝都可以 ，OK， 因为何英路告诉你要切开，你要给我切干净，不然你就是骗我。那么何英路的信徒有多少？我认为也不少，有很多何英路的信徒，他是认为国民党是红统，所以我才进国民党。何英路的信徒有多少？我认为也不少，有很多何英路的信徒，他是认为国民党是红统，所以我才进国民党。那现在何英路事件就跟你切开，对不起，你不要被他们骗了。国民党是中华民国，是蓝统，它不是跟毛泽东一样的。我应该认同吗？对不对？那我们来谢谢他，对。那对我说他有贡献哦，他帮你们清党，他清党哦，他把这些红统的、舔共的、亲共赶出去，把他赶出去哦。所以国民党跟统促党不同路哦，国民党跟什么少康党部也不同步哦，他们是不一样的哦。他们是什么？是蓝统。那么国民党现在整个亲中切开了 ，OK。那请问郑丽文还有什么筹码？那你跟朱立伦有什么不一样？你跟吴敦义有什么不一样？你跟蒋经国有什么不一样？一样啊。那为什么去拜吴石？误入吴石的圈套。所以吴石已经往生这么多年，70年了，居然还有本事骗郑丽文，不是你太笨，就是吴石太厉害。对，所以我说这个路线乱了。
那但是蓝营最近有一个很明白的切割哦，陈慧文跟历史哥同时被 fire， 这2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陈慧文是非常确实的中华民国派，就是我不赞成你红统，我也不赞成你中国共产党过来，我就是把你切得干干净净。可陈慧文被打成绿营的侧翼，那另外一个历史哥呢，是跟馆长一样的，他是整个是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要非常了解中国的。这2个人同时被 fire 掉，那这2个都是亲蓝的电台吧，都是属于蓝的电台，那代表什么事情？你不能表示得太明白，你要亲共，你也含蓄一点，对不对？你要讲中华民国派，你也含蓄一点，你不能讲得这么明显。所以国民党有没有走回你应走的路线呢？就是蓝统，或者是中华民国派，我看来是没有啊。可是现在慧珍这2天同时出现了几篇的文章，路透社有一篇，对。他说北京呢依然是看到了2028有和平统一的窗口的感觉，所以他可能会暂缓所谓的武统时程表。OK， 你如果从这一篇去解读的话，把它落实到选战里面看，大家会去怎么样解读这些？同样，因为好久不见宝洁，对，宝洁也投书了里面。他讲的是，任何人不应该把两岸问题变成内政问题嘛，因为变成内政问题，那当老公要做任何动作，其他人他甚至点名了马前总统。是这些文章同时摆在一起的时候，对于各政党之间，我刚刚讲，你把它落在选战的时候，大家一定会做各自对自己有利的解读。未来会发生什么状况？是第一个其实过去这大概快1年的时间，就宝洁哥就一直没有在荧光幕前就有出来过一次，就是我之前访问他嘛。那这一次突然之间有这篇文章，其实我也蛮讶异的。那据说就是他之前有去一个东吴大学演讲，有特别去讨论到这件事，所以后来可能他是一时兴致，然后就投书给上报。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他为什么会认为这个时间点这个文章，主要就是他看到就是中国这一次对高市早苗的一个反弹程度，有点超乎预期。那他认为为什么会有这样超乎预期？因为他认为就文章里面所写，就是高市早苗的一番言论，也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这个言论，戳破了过去这一段时间，从郑丽文上来，然后萧旭成接受采访，不断的去铺陈一件事情，什么一中，一个中国，一中两区，然后或者是甚至是郑丽文的我是中国人，然后去拜50。所以从郑丽文10月上来之后，然后开始一连串，你会很明显发现，国民党整个急速往中南海的方向，我们这是上个礼拜有开玩笑，就是对失速列车整个就往那边 key 过去嘛，而且郑丽文还出大绝招，什么意思呢？你还跑去那个高雄，柯志恩呢？柯志恩人家都已经蹲点多久了？就像刚那个小五哥讲的嘛，我惹不起你，我躲你行吧？不行，你怎么可以躲我？光你躲我这件事情，就代表你没有臣服于我，所以我就是要来。我就是要把你就变成是你就是有没有？你刚刚讲的，我主导就是他主导，而且他告诉你票投他就是票投我是一样的，所以柯志恩得多少票，就代表郑丽文的我是中国人，或在高雄获得多少的认同度？他这招很狠，你知道吧？所以为什么柯志恩赶快补了一句中华民国，对不对？有，对啊，赶快补这一句啊！你谁那边你跟你中国，你的一句怎么我票投给我就是票投给你，你等于把柯志恩过去这1-2年蹲点都给有没有？不是比美白小腿还惨，对，所以毕竟那个柯志恩是见过大场面的，所以表情控管得很好。那回到宝洁哥，宝洁哥已经封笔10几年了，我都快笑死了。就是大家都认为希望他可以这个在评论或者什么，封笔10几年，结果真的可以让他出来写稿的，竟然是郑丽文跟马英九们。主要原因就是他认为现在有一点危险的情况是，很多人竟然慢慢默默接受，尤其是泛蓝族群默默去接受这样的言论。今天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出来。其中有一个我看到我自己也头皮发麻，你知道吗？他就问说：“你认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中？”天哪，你认不认同台湾和中国大陆是否同属一中？你知道今年2025年3月认同的只有17.4%，
11月认同的来到26.4%，26.4%，上一次突破26是什么时候？2014、2015年左右。发生了什么事？从今年3月到今年11月发生了什么事？除了大罢免之外，大概就是郑丽文当选吧。所以郑丽文当选，他的一个失速列车。把整个国民党或是泛蓝的往这个中南海靠的一个情况之下，真的会让有一些比较模糊意识，觉得好像也没什么错，这一些人会变成急于表态，而他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危险。什么叫很大危险？因为你等同于支持马英九、郑丽文、洪秀柱他们把两岸问题变成一中化，而两岸问题一旦变成一中化，中国根据联合国的这个宪章，中国就可以出兵去平乱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个争议。所以这就是宝杰哥为什么认为这个时间点他必须要发这个文章告诉大家，或者是说这个公开表态。某一种程度上，我是认为中华民国派的一个立场。什么？这个中华民国派的什么立场？就是两岸不是一个中国的，不是内政问题呀。你如果让真的这样这个有点那个偷塞偷天换日错置概念，你真的支持他说什么对，都是中国人，两岸同属一中这个概念一框下去的话，这个中国等于是支持中共出兵台湾，所以这一个真的太恐怖了。范老师，直接落实在具体上面来看的话，国际法的对决，某种程度是不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两岸的意识形态所有的问题，会直接在国际法对决里面是朝野之间，等于是大家表态嘛，在这一块。但除了这一块以外，最近出现蓝营跟白营之间都跟陆配，你叫陆配叫中配，不管你要怎么叫，之间出现一个是何英路这一段，另外一个是白营的徐春英的那一段。一般来讲，国内大家如果涉及到法律上的一些事情的时候，通常来讲的话，那大家可能在这边强烈表态的会不多。但这次白营看起来对于何春英这件事情表态的非常强烈，从黄国昌主席以降，黄珊珊所有人都直接讲，根本就是摆明了甚或说什么是赖清德就是要追杀陆配，然后所有这些，这一次显然跟以前都不太一样，反而是何英路这件事情在国民党里面大声说话的人没有这么多，意识形态这，所以现在未来到底讲这两个案如果一路往下走，会出现什么样的影响？对，现在这样就是台湾这两只鹰啊，现在都很有名了。一个是何英路，一个是徐春英，都是鹰嘛。只是说何英路的鹰是老鹰啊，老鹰比较有战斗力嘛。大家说我要跟这个郑丽文切割痛骂这个国民党，我要离开国民党比较有尬词嘛。徐春英是那个鹰是那个像莺歌的莺这个等莺歌人，对，黄莺出谷那个莺比较温柔需要被收押了嘛。但我是不晓得何英路会不会也在步向后尘。我们今天开一些生物学了，让大家了解一下啊。你不是政治学教授，我刚刚介绍的时候我就他快要变命理老师了。上个礼拜在那边缺什么补什么，然后一大堆什么。现在跨领域啊。好，所以这两只鹰呢就占据我们很多的版面。但是我讲就是说，何英路目前看起来是算是留党察看吧。还留党吗？应该没有，他们根本没有要留。他等他那个文件上去，他已经请辞上来之后就要处理了。对，还没开会嘛，因为还没开中常会。他就算退党，还没开考纪会，还要开会嘛，他退党也要开会。考纪会会不会同意？也不一定，难讲啊，对不对？人家都要走了，考纪会这时候还不做个顺水人情？不同意他也是要走。我个人觉得不是同不同意，是有没有党纪处分他的。对，不是说他自己要不要走啊。对，那就看国民党的看不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能够站对边嘛，选对那个对嘛哈。那这个。徐春英，因为他今天是有被人家批报他是什么民革啦，中国的民革。我们知道1949年，因为那个时候，中共建立政权，当时在中国有8个民主党派，其实还有民进哦，不要以为是民进党哦，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共建立政权，当时在中国有8个民主党派，其实还有民进哦，不要以为是民进党哦，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民革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那时候叫什么？何香凝
这个他们这些都是比较国民党左派，他们是支持中共建立政权，他们跟蒋介石是不同调，蒋介石是反共嘛，那他这些何香凝这些人呢，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觉得，孙中山当时是联俄容共，所以他们觉得应该要跟中共一起来建立这个新政权。所以你看后来宋庆龄就是孙中山的老婆，也没来台湾啊，他到中国去还当了国母啊，对，还当了这个荣誉国家主席嘛。所以我觉得这些就后来，那民革后来在1949年就存在，我还真的遇过民革的人，他们10几年前来台湾访问，到我们学校来，我就说你们到底跟国民党什么关系？跟那个巴德大楼，他们说完全无关。但他们这个组织现在就变成说，在中国各省市都有分支机构，所以我觉得徐春英他这个人能够在中国能够加入民革是不容易的了，就是他在中国，而且据说他有配车，配车在中国如果中央在北京的话，你没有正部级或副部级干部是不可能的。你说什么局级是不行的，部级下来就局级嘛。地方政府也是啊，你不是什么市委书记、省委书记，你说那种厅长级也都没有配车。所以他在中国，他说在企业，在中国的央企，你大概都要到总制备才有资格了。所以我觉得徐春英现在已经看到他这个不只是反渗透法其实还有其他的法律洗钱等等那我觉得，可是范老师，你看像黄珊他们讲的就讲说，你要讲，因为我觉得为什么白银这一次会动作比较大，是因为检方在新闻稿里头引用的反渗透法那里面有直接有资助啦什么什么，甚或讲说他直接讲说去2022，然后什么台北市长候选人，2024总统候选人，那摆明了就在说黄珊珊跟那个柯文哲，所以他们一直说这么严重的指控，你要把证据拿出来，你讲那一句话，他们可能就永世不得超生呢。所以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强烈的表态？原因是不是也出在这？对，他们现在是有点故意把他说，他是不是站台？那跟站台无关。现在是说他有没有把资金给了柯文哲或黄珊珊？这才是严重的。特别是柯文哲，因为反渗透法是针对总统嘛。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柯文哲会不会约谈？是很有可能，因为徐春英被收押了。那我们知道现在要收押不是检察官说要收押，是法官要同意啊。我想应该有相关的证据或者金流。我觉得这点来讲，那柯文哲到最后可能就不是只有我们现在看的这个远雄这些案子或者是这些金华城的案子，这个案子我觉得他可能也必须要做说明。那这个可能对他来讲，可能在政治的冲击性是更大。那至于刚才讲过说，我觉得宝洁他写这篇文章，我觉得他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中国现在是想把台湾问题内政化，包含像萧旭晨他们也谈到就是1国2区。那国民党他们的想法是说，根据增修条文，我们有中华民国有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所以叫1国2区。那他们是拿这个来说，那宝洁一直是说，当初这个增修条文是1991年，那个时候还是国民大会还是老国大的时候，还是老立委嘛。那时候李登辉想要做宪改，想要这些老国大立委能够自动退职，才能够重新改选，就不得不做这样的一种妥协。对。然后加上那个时候统一的力量还是比较大嘛，然后这样子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气焰那么嚣张嘛，所以那个时候做的这个妥协，结果你今天他说那个时候其实是台湾接受这个宪法是不得已的一个结果，是打落牙齿或血吞，是台湾人在夹缝中不得不然的选择，所以他意思说这个结果我们今天结果你今天拿这个来诓我。说要接受1国2区，那不是吃台湾人豆腐吗？对，因为我们是不得不如此嘛。就像很多家暴那个妈妈，为了要让小孩子不被受家暴，要跟老公离婚，她老公说好，那你不能在上面讲说我有家暴否则我不愿意离啊。妈妈为了要小孩子能够受保护，她不得不这样做。就这个先生过了10年说，你看吗？当初我没有家暴啊，凭什么说你懂吗？就当初他不得不这样做，结果你现在拿这个来说，你要接受1国2区。那中国现在也在讲1国2区他讲1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讲的是中华民国嘛。那都讲1国，问题是国际间接受哪种说法？当然是中国的说法嘛，因为中国邦交国有183个啊，我们今天只有12个啊。我们喊破喉咙说这个1国是中华民国，国际上谁会接受人？就只有这12国家。就像说高雄市有中山大学，我们都知道中山大学在旗津嘛，高雄市有中山国小，中山国小校长说。中山大学是我中山国小一部分，跟中山大学校长说中山国小是我中山大学一部分，你会相信哪一个？你当然相信中山大学嘛，你现在也知道嘛，它大嘛，
对不对？所以同样的，你今天讲一国两区，你讲一国，他也讲一国，你就落了他的圈套。就像你国民党讲一中，中国也讲一中，那这个一中是什么？是 ROC 还是 PROC？ 全世界多数认为，所以中国一常讲嘛，什么是一个中国？全世界普遍认同的一个中国。OK， 那就是 PRC 啦，或者联合国所承认的那个中国，那你就落他圈套嘛。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讲一国两区，焦距层他们现在在推这个啊，包含国籍法也是，他们修国籍法的目的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外国，它是我们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可是以保洁的想法，它其实我们说我们的蓝绿统独的光谱 ，OK， 最左的就是红统嘛，红统就是台湾没有了，被中共统治。华统，或者是蓝统，就是说中华民国有大陆地区、台湾地区。但是保洁担心是什么？你这个会不会落入中共的圈套？所以保洁的说法就是说，中华民国就台风金马，不要再谈什么大陆地区。OK， 所以他今天讲说，按高市早苗为什么讲了这个东西，什么权力危机事态，中国那么生气，因为你是要把台海问题国际化 ，OK， 而不是内海化。但是大家不要忘记，高市讲这句话其实是根据安倍。安倍2021年12月1号讲这句话，因为我在现场，我们是一起视讯嘛。他讲了，除了台湾有事是日本有事，他还有一句大家都没注意，是美日安保有事。就他那个时候就把这个东西拉进来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国民党，如果你还在讲一国两区，还要把这个修改这个国际法20条，只是把台湾推向跟被中国所诠释的那个说法。我觉得台湾民众会接受吗？好，那可是刚刚讲说为什么白银？冠廷是，如果照反渗透法，白银的想法一定是就是要把柯文哲所有的人全部都牵进徐春英这个案子吗？他们当然会跳脚，当然会讲说你把证据拿出来再说啊。不，国民党民众党现在策略很危险。民众党现在就是只要是民众党的人涉案，他们就说又是另外一个柯文哲。这个事情有点像是就是你把眼睛蒙起来，然后往前冲，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撞墙。你总有一天会撞墙吧？对吧？不是你眼睛蒙起来就往前冲，你总得会撞到啊！你要看案情的真相嘛。我先讲哦，这一件事情，徐春英依照现在地检署的新闻稿跟对外揭露的讯息，大概3个罪嘛。第一个不实文件炸弹，新台币2000元，这个2000万元，这个大概就是他自己去说明清楚嘛，有没有涉及到中国还是其他国？这未来是在讲。第二个。两岸地下汇兑大概新台币1000万，违反银行法。地下汇兑我就觉得有点敏感，因为我们观众朋友都知道，就是你现在去银行，假如要换人民币，其实金额只要超过一定金额，会被问到非常细，主要是怕洗钱，主要也怕有没有怎么样的地下交易。第三个是关键嘛，依照指示宣传资助特定市长候选人与总统候选人，违反反渗透法。我先讲哦，奇怪的地方是第一时间，当徐春英的讯息出来之后。民众党第一时间，地检署已经发新闻稿了。民众党对外讲说，目前无从得知所涉案件理由。什么叫睁眼说瞎话？这就是睁眼说瞎话。人家跟你讲这3点，你当然可以讲说，我希望司法勿枉勿纵，等等。你怎么会说你完全不知道理由？人家就你明确，我们都知道了，而且是不是什么进检的，什么是1、2、3点新闻稿写给你？那所以大家就觉得最恐怖的、想避的一点。应该是反渗透法。我们看之前的状况哦。之前民众党有一位叫马志威，马志威在涉犯反渗透法被羁押禁见，隔天被开除党籍。媒体一定会拿这2个人来做比较。马志威有做这样的处理，而徐春英没有做这样的处理。黄国昌更诡异的地方来了。刚刚你们的新闻稿讲说无从得知所涉案件理由，黄国昌第2阶段怎么跟大家讲？他说2个人的状况完全不一样。他跟大家讲说，他跟马志威不一样，你怎么说他们不一样？然后后面再补，民众党对案件毫无所知。观众朋友，聪明的观众朋友，你们听懂矛盾在哪吗？你不知道，你就不可能说他不一样。你说他不一样，代表你知道，这不是一个这不用法律系吧？这我女儿小鹿7岁应该都知道了吧？这逻辑最基本的问题嘛。好，关键在这里，反渗透法几个来讨论一下。第9条，关键是在这里。任何容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或资助而再转指示、委托或资助者一同，关键就在这里。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而且司法单位假如最后真的查得水落石出，那就证明除了赵少康讲的中国有影响国民党的选举以外，直接假设我们现在看到，无论是黄珊珊选市长，
或者是柯文哲选总统，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最后要查清楚，要给社会大众交代。那代表老共的手是真的伸到台湾的选举了。那这事情当然对民众党是很重大的一个冲击啊。那为什么我讲说我们现在是蒙着眼睛往前冲？最后讲结论，这不是对的策略。你最后可以讲勿往勿重，你怎么可能直接就民众党现在黄国昌的策略是要把民众党跟徐春英绑在一起。国民党比较聪明，国民党遇到那个什么英路何英路，对啊，这两个会被老师影响啊。何英路遇到何英路的时候，国民党某种程度现在是松一口气啦。他退党啊，他的论述跟我不一样哦。毛主席给我衣服穿哦，要被统一什么？这国民党是跟他切了，无论是他主动被动。可是民众党的徐春英，民众党现在是选择跟他绑一起，我真的搞不懂这什么策略啊。他赌一件事啊，最后就是那个空包弹。地检署查不出来，法官判无罪，有可能吗？我不知道，我觉得就等着看了。可是，所以对你们来讲会怎么样看待？就是像白银那个，像许春英啊这样一些事，因为白银对，刚刚有特别提到，因为他们把包括什么减煤什么一体啊，什么那些，全部都把它摆在这里，然后每一次出现的时候，就赖清德迫害，不管是陆配啦或所有这些。蓝营因为蓝白合是未来选战里面看起来目前是一个主轴的一个方向，对这些事情会不会影响到你们？我觉得第一个啦，就是我觉得不管任何政党，就不要针对陆配有一些特别的想法，或者是甚至有没有歧视的感觉。我觉得哪个政党都不需要做到这样，千万不可以。他有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就是我们的国民，这个哪一个政党都要遵守这最基本的原则，他们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那关于你说许春英的事情，我个人讲啦，既然相关的新闻稿写那么清楚了，那我觉得就依法处理。因为不要说哪一条啦，有违法就是违法啦，我不管哪一条，尤其是第3条，如果他本身有拿钱，然后还把钱给了，不管是民众党的谁，有做政治活动上，这个是绝对不能够容许的事情。所以我个人觉得许春英的事情，当然也许蓝营每个人看法不一样，但是我的看法是，就是用检调的方式来处理。而民众党现在的态度，我觉得很单纯啦。刚刚冠廷讲也没有错啦，反正他就是先堵在这里嘛，反正他就先挺他啦，等到之后开中了之后，再看到底证据足不足，再来做后续的处理。我觉得有点像啦，因为毕竟检调至少敢讲出来这么仔细的东西，我也不认为是完全你说凭空猜测或者是梦到了。那相关的一些事证，当然最后还需要经由法律的一些开庭来做最后的辩证。但是这么快的民众党就全力的去挺徐春英的话，我觉得或多或少应该还是有一些政治考量，我觉得的确是会有了。但是这种做法好或不好，我老实说，这个是一个赌注哦，我觉得是一个赌注，因为等于是民众党相信徐春英没有做这个事情。但是如果最后事实真的很确凿的话，对于民众党本身而言，我觉得一定会有伤害。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有些事情依照法律来审理是好事，但是真的也不要像柯文哲那个时候，你也关了这太久了，关到你说从本来大家都觉得柯文哲有问题，渐渐的开始同情柯文哲，民众党的民调从谷底开始翻身，这种做法有一些太过头的话，我觉得对于整个政治环境跟整个选举氛围，对于绿营而言反而不会是好事情。OK， 不过现在看起来，对民众党可能还有内部，只要涉及到选战，一定大家都会有这一边该怎么处理，这边要不要瞧好，然后因为每个政党大概都会是这样。但任俊，那民众党为什么媒体上有用字眼说他们会报所谓的退党潮？李友仪的那件事情，因为李友仪那时候在2024总统大选的时候，我记得他好像是发言人，他因为他自己也要选嘛，现在也是，他辞掉了，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有来上节，那时候从2023开始，他有来上节目，因为他是发言人嘛，对，我记得他有来上过节目，对，你说表达各方面啦这些，其实都很不错，但问题是这次怎么他变成主角？因为他突然蹦了一个说他要退党，然后干嘛这件事情又跟黄鸿昌要扯上关系？其实李友仪从上一次选举完了之后，他一直在3重地区在耕耘，这个是大家都看得到。那他耕耘的方式，我必须讲哦，他不是那种会一直想要上媒体或什么，因为这中间我们自己有主持广播什么的嘛，我也曾经有希望约访他。那结果他告诉我说，因为他具有党发言人的身份，所以如果他需要发言，他必须跟党中央那边取得一个同意。OK， 但我也必须讲，就是说我当时他跟我对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应该有些没有办法公开说的东西，因为民众党一天到晚都有人在对外发言。对呀，他虽然挂一个党的发言人。
但从来没有一个政党，这个党从来没有说来叫他发言，叫他发言，没有啊。他们发言都是党团主任。够明确，直接讲名字吧。对，林加油，我们俩加油，加油！你不要讲，这个也是发言人，不是我讲的是事实吗？对。刚刚大家讲说他一直都是发言人，请问李友仪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用民众党发言人身份出来过吗？没有，没有嘛。刚刚大家讲说他一直都是发言人，请问李友仪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用民众党发言人身份出来过吗？没有，没有嘛。对，所以他那个身份，其实我们约访他上节目，他都要讲说，因为我是发言人，所以我可能有些东西还是要先取得党的同意，你就知道他其实这个位置，好 ，OK。是因为他突然发了一个讯息啦亲爱的支持者与党员朋友们本人即日起辞去台湾民众党发言人跟财务监督委员的职务，并退出台湾民众党，全力专注博士班的学业其早日学成毕业，后会有期这样子那这个其实我跟你讲他还有一个记者群组因为他是发言人，但他那个群组也从来没有针对民众党的事情发言过，因为我在那个群组里面。后来这一段时间，这1年多的时间里面大概主动问他的，大概记者就问他说，问他要不要回应这件，他其实就把这个再说一遍了但因为这件事情引发的讨论，就是说，如果他要辞去发言人，这个没有问题。因为老实讲，这1年多根本这1-2年的时间，也没人看过他在发言是用民众党发言人的身份辞去这一个什么这个财务监督委员会的职务，我觉得也 OK。差别在于退出台湾民众党。你要完成学业不用退党吧？你又不是带着政党的身份去念书。所以当他这个退出民众党的时候，台湾民众党的时候，另外有一个人大妈老司机他也发言，东市嘛，朱慧龙嘛004嘛他也说他看到了这件事情，他觉得我讲白一点，就是他觉得李友仪其实有受到不公平那他也宣布退党。然后有一个人叫谢立功，谢立功呢说看到这2个队长，他就发了一个文说他比较好奇是民众党的那个温度在哪里了。他大意是这样，结果立刻看到民众之声就开干他们。民众之声，谢立功还没退党没有，他现在还是新台湾什么故乡的那个智库的，所以他也一样被开干在里头。他也被开干你在里头然后直接用的字眼叫做你们就是爱蹭。而且还有讲说什么？没有李友仪哪有说他这个不玩政党我也不太懂，但他为什么要退出台湾民众党？对就这个当然这个跟选举会被扯上关系简单说因为李友仪其实为什么在三重这些地方、三芦地区他还在耕耘？因为其实有一个说法说他希望这个能够继续选议员嘛，对那这段时间他确实也还是在跑地方包含地方的一些活动，其实李友仪都有出现。但一直到黄国昌的4大金钗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其实我那时候联系也是在4大金钗新闻里面，我就找了李友，我不好公开我们的私下对话了就说我那时候也是跟他联系，就想问他，就是说，那为了这件事情到底你怎么看？他非常低调，不愿意去谈，现在问题就回到了，就是说，当民众党现在要这个选举的布局，通通都有嘛？那你有没有所谓的党内的机制？黄国昌带着他属于他自己人，好像我其实对于4大金钗后来变5大金钗，因为黄国昌还有一个第5个他自己来讲说以后不要讲4大金钗，我以为他觉得这个是一个物化的一个名词，结果他说没有，因为从今天开始就要讲5大，还是5个你还多了一个，我看到网络上对他有负面的说法但是我们另外媒体的前辈，这时候不要叫长辈先进，他好在乎我。不是你们刚入大陆没反应？有，我刚来一看我就知道他。对，我刚给他点了，对，虽然我是长辈，好不好？光晴姐光晴姐其实在这段时间跟民众党的关系，我认为，因为民众党人都愿意去上他节目，表示他一定有取得他们的信任或什么。因为我们很多要邀民众党的很难邀嘛结果他自己也在他的社群媒体上面提到了一件事情，说民众党在2026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有一个参选的这个切结书，其中他认为对李友仪是极度的不公平。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你怎么如果这个地方有2个人要选，
你民众党的票，你的盘没大到2个都可以的。是啊，你当时市北区已经战成这个样子，被认为你最有可能2席议员的，你都败北了。结果在这一个争取提名的书里面，你可以看到第2点哦，他要求这些参选切结书写的人，本人同意对于初选过程及结果负最严格保密义务，绝不透露给第3人或媒体。而且，如果违反切结书的内容，愿受最严厉之党纪处分。意思是什么？就是你民众党黑箱啦。他没有这样说，但是他明着说，这对你有利是极度的不公平。既然已经一开始还没开始就知道结果，何必玩下去？哪一个政党会今天这样讲说？每一个在初选的机制里面都是经过非常热烈的讨论，因为有人想要民调嘛，民调要怎么样，党员这个全民调大概比例多少，这个都可以。你给人家定了一个条款，而三重那个地方是黄国昌所谓口中间，我再讲一次，我非常讨厌人家用什么金钗的名字。你要参选，你就讲我黄国昌的人马嘛，什么金钗不金钗，讲金刚也不错。也 OK， 讲钢筋水泥我都觉得 OK， 对不对？不是你一定要搞这些名词，好像这些人都是跟着我黄国昌。那个其实，在党内本来就有很多人有意见嘛。那你现在对于这种初选的时候，你告诉大家讲说，你要选的人，你全部不是要公开透明吗？不是什么都要直播吗？结果你说今天落败的人什么都不准提，什么都不准玩，不然还要被党纪处分，那你还要跟人家玩什么？不如早点走吧。对啊。那个刚才任俊讲那个条款在初选，民党跟国民党如果初选有这样的条款吗？我们有说，如果只有脱党参选要处分，这一定会有，这一定会有，对，但不得对外讲任何很重哦，至少撤销党籍哦，没有了，没有，怎么可能？因为我们民调会公布，我们大明大放好不好？对，这个比较都可以讲。OK， 所以你看，从这一件事情，或者是那好。一个初选，然后里面当然那个是因为那个黄昌跟其中一个对任俊不喜欢那个名称，那个什么几大金钗，其中一个就周小怡在挂那个牌子嘛，看板。对。然后大家就讲说，就是初选怎么考人家，但换一个还有一个麦玉珍，对，麦玉珍直接跟你讲，他想选台中市长，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是他们党里面对他选台中市长有意见吗？我知道有一些观众朋友对于麦玉珍在国会问政是有一些意见。他选台中市长，他们党里面为什么要有意见？是我知道大家都对于麦玉珍印象最深，大概就火龙神头啦。那再来就是说，可能这一次在花莲的事件之后，就说什么卡车司机要有槟榔啊，那一类的。然后卫福部长要赶快说不要了，不要了，撞不好会致癌哦。就是他的一些言论，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新鲜奇特。但说一句实在话，他如果自己本身有这个意愿，他表达意愿要出来选，这有什么错？所以他今天他在脸书上就写了洋洋洒洒一篇嘛，而其实内容也蛮有趣，什么我一个人瘦瘦的来，然后写的还蛮有趣，什么我骑着摩托车，然后在台中晃了多少区什么的，一个人的奋斗史啦。那我是觉得你由此可见在民众党就是一个非常人治，没有一个制度，你光是党内里面初选的一个提名制度都没有。今天有人有意愿，这是台中也不好站那人家有意愿表达，你想说，好，那你有意愿，那我们是不是在看别人还有谁？那是不是要做民调？你起码这样，不是？他们是台中的党部主委直接说，我们台中已经回复了，目前没有合适的人，就是连你说你有意愿，我 get 这么快，然后就直接告诉你没有这回事。然后江河树也是说，卖乱呐，就是就是麦玉珍的卖乱啊，就是说把它形成是一股乱哈。但不管怎么样，你由此可知，就这个党里面提名比的不是说你有没有优秀，比的不是说你有没有意愿，比的不是说你为这个党付出多少，比的也不是说你有没有这个实力，比的是圣上关爱你的眼神。好，比如说刚提到的李友仪。其实我说一句实在话，民众党的一些女将们，我们遇过很多，然后真的让我们觉得可以理性沟通的，大概只有她跟杨宝珍，就两个，一个是泪洒，然后被弄走，然后一个是友谊，其实他非常优秀，他台大会计，然后哥伦比亚大学硕士，然后现在在念台大的博士班。然后呢，对于他这个要离开，说什么要认真攻读博士，就黄国昌的回复好像是说，那就让他好好去读书吧，就好好去读书啊。但事实上，他马上人才刚说要退党，结果他们贴出来这个周小瑜好像是金门
我忘了是哪个，对金门的学校。2022有选过金门的议员，对。当然我们不是要占学历，而是说第一个你又是金门啊，你现在突然。今年3月才变成是三芦区的那个办公室主任。那第二件事情，人家卢友仪人家那个李友仪已经从2024到现在，他一直留在当地，甚至有同业就有看到他这个每年啊，那个永联寺都会有一个抽国运签的，都可以看到李友仪他的办公室的人或者是他本人在那个场合里面，所以他是有在当地扎根，他有在跑行程。他有那个实力，他缺的是什么？他缺的就是圣上关爱的眼神，以及他的家世背景的博嘛。所以才被人家你说他之前选那个万华吧，其实我认为他是绝对比那个吴怡萱什么的更有资格。可是为什么他政坛上感觉上都不是那么顺遂？他上次跟那个林淑芬拿也有8万多票这真的是你再给他一次机会，搞不好对不对？所以这个应该是要力捧的人，结果在民众党最年轻的政党里面，却因为只是老板有喜欢的其他主义的人，然后就叫你多粗糙啊，牌子都已经挂起来了。然后，那你能怎样？你知道这就像什么吗？比如说男女朋友在交往了非常久，然后你的事业是我帮你安排的，你家是我帮你扫的，结果到最后，有一个富家千金出现了，然后人家喜帖都要发了，结果那男生看着你说：“你还在啊？”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会觉得在这里要特别呼吁一下，任何没有那个背景的爸爸妈妈没有特别厉害的，没有特别有钱的，然后没有靠男朋友的，没有靠老公的。就是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自己打拼的职场女性们，把票就投给李友仪，因为太多我们这样的女性都是被那些有背景，都是被那些有关爱眼神给干掉的。我们现在回到怎么会出现这样的言论？因为太可怜了，就会让李友那个这么优秀女孩子就这样子，你看她。恶话还没有说一句恶话，要是我早就翻桌了，好不好？对，你会这样，我早就弄死他了，还在那边，对不对？就是怎么会再跟你在那边那个孩子们，你看还就这样子，然后就自己就默默就退了。可是如果这样，范老师，当然有人讲说，好，我看到媒体上有一些以前跟黄鸿昌他们合作过的人在上面写的，当然，也许那时候也不太愉快了。他讲说他有那种当时时代力量的既视感，就好像那一段时间在现在民众党里面又被再重演一次。可是你说以一个政党来讲，人才嘛，大家不得讲是人才是中心资本，是政党什么这些，所以你巴不得有这些的人才或什么。好，我再讲开玩笑讲一句，麦玉珍不管他是不是个当台中市长，对啊，如果有人要在那边表达这些，然后我拿来跟国民党在谈的时候，我就是有人要表达这些嘛。他各自也许有各自不同考量，可是这些难道对于民众党对黄鸿昌或柯文哲看到这些，他难道都不会有意见吗？当然会有意见啦。然后呢？然后就会出手了。所以我觉得黄国昌，我觉得李友仪这个时候退党，然后加上那个我们知道朱惠荣我也认识他了，因为他算是民众党一直不离不弃。如果说黄埔一期，他绝对称得上是的。因为他最早他就创党。然后，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时候退党很奇怪，因为朱惠荣跟黄国昌应该说跟柯文哲他们夫妻是有私交的，包含这个朱惠荣的先生，他们都是一起打拼的，所以我觉得他们那个不只是说对党务，他们还有私谊啊，所以这个时候退党真的很怪，而且我不认为这个朱惠荣退党之前没有跟柯文哲跟这个陈佩琪讨论过，我觉得他们一定有讨论，那今天如果真的这个柯文哲说此事不宜，我们希望这个党能够顺利的运作，希望黄国昌的权力能够稳定，你会叫他这个时候不要退嘛？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们都退了，然后李友仪我们知道他也是被认为是柯文哲的人马嘛，所以我认为他们这个东西绝对不简单，而且我认为柯文哲知道。就是表示怎么样？你黄国昌就是一个非常怎么样、非常独断的人嘛。你把这个党是我柯文哲创的，你规划旁体，然后现在变成你自己的。我
们希望这个党能够顺利的运作，希望黄国昌的权力能够稳定。你会叫他这个时候不要退嘛？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们都退了？然后李友仪我们知道他也是被认为是柯文哲的人马嘛，所以我认为他们这个东西绝对不简单，而且我认为柯文哲知道。就是表示怎么样？你黄国昌就是一个非常怎么样、非常独断的人嘛。你把这个党是我柯文哲创的，你规划旁提，然后现在变成你自己的，然后你现在还要用什么4大金钗、五大金钗，对不对？然后把这个在上次选立委选得不错，赢了拿了8万多票不容易耶。我说在李友仪要去选这个三卢的市议员的话，我觉得他机会很高，不止，我觉得基本上都当选了，我当选了，但是这个时候，你说找这个周小瑜，他是金门人，可问题是我空降，对，空降。问题是他去选金门也很好啊。柯文哲不得去金门好几次吗？那时候还跟郭台铭一起散步在这个海边嘛。而且我觉得民众党在金门也是有票的啊。我认为柯文哲之前去了好几次金门，还记得就是在那个蓝白河之前，所以我觉得今天那就表示什么？周小云其实在金门是有发挥空间的，那就是什么？黄国昌有他自己的意志要贯彻嘛。那我觉得反而就凸显了黄国昌跟柯文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明显，而这件事情其实是让这个本来是茶壶里的风暴，现在这个茶壶破掉了嘛，让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嘛。那你说至于有没有冷暴力，黄国昌对记者什么态度？他平常对记者那种态度，一个高傲，对不对？就是觉得你们什么都不懂啊，什么都不会啊，不学无术才来当记者。下面是这样，就歧视人家职业嘛？你要再讲一次吗？我讲是黄国昌啊，我讲3遍黄国昌。可是你刚才讲起来很顺口。没有啊，因为我很怕遭到冷暴力啊。不会，你会遭到热暴力。他就热暴力，不是冷暴力啊。所以黄国昌用这种方式对记者，你看后来为什么他开记者会，记者更不想问？我问的结果是被你屈辱嘛？我何必自讨苦吃呢？所以哪有一个记者会搞到后来变成还要点名？所以我觉得黄国昌对记者的这种态度，跟有没有可能对李友仪或者其他的就是非他嫡系人马，或者前柯文哲人马，这个有这种态度呢？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不过如果这样的话，将军，我看媒体上这样对黄国昌所有的他，包括他好，你讲说叫他的嫡系人马叫5大金钗，不管你要怎么叫。对他们怎么会有好处？因为小草也会不满意啊。会，一定会。小草大家可以看看小草的评价是什么？小草说，这样的玩法还有谁敢打前锋啊？他说大家都等着党主席点名就好了，还做什么民调？然后深耕久的不推一个空降的，这都是小草留的言呐那不管黄国昌从任俊不喜欢4大金钗，我说那4大金刚好了，对，4大金钗。再加一个变5福临门，再加6树兴旺，再加7彩霓虹，8仙过海，95至尊，10全10美，还都是你的人呐、不管你怎么加，都是你的人呐、好像过年了一样。大家可以看这一张我做个假设，李友仪是2024年在三卢地区选立委的，拿到8万多票，不差哦。大家认为说李友仪算什么？他的对手是谁？民进党的强将林淑芬他拿多少？118544。李友仪拿到了84393，不烂40.62%你说怎么差？好，那你现在你搞这么一个牌子上来，如果说这几年李友仪不见了，跑掉了，到处去玩耍了，然后突然间又说回来要选三卢地区的议员，那你活该。没有，他在他一直都在，你看他的脸书一直都在三重泸州地区在跑，突然间。迅雷不及掩耳，公布了这么一张，是黄国昌跟周小云联合服务处联合开幕，然后民众之声也不断的请他上，我就抬个假设好了，柯志恩在高雄经营了这么久，突然间郑丽文带了李博毅下去，说我们支持他，对我假设啦，我假设，你认为柯志恩会不会舒服？不会，一定不舒服嘛，换了谁都不舒服嘛，你这个时候突然间带了。一个周小云去，李友仪表态之前有没有跟这个柯文哲谈过？我认为一定会，因为是柯文哲找他来的。我跟李友仪算是最没有国民党员的党友了。我退出国民党，他加入国民党。就在2020年的那个时候，我在一场网络节目我碰过他，我问他说：“我说，你的学经历这么漂亮，怎么会加入国民党呢？”他说。国民党会提名我，
我说那国民党的信念跟方向你认同吗？他说选上了才有力量，其他的都不重要。就他可以去认同你。他说我先跟你一起走，然后慢慢发现你的优点，那你会提名我。后来他没有被提名，他没有被2022他没有被提名。那我以为他会跟我一样用无党籍选，他果然用无党籍选了，一选就被国民党给这个撤销党籍。然后2024就加入了民众党，那打得不差，8万多票那认为他在2026年在三重芦洲会不会拿下1席议员？我觉得机会相当的大。OK， 可这个时候呢，民众党突然间，黄国昌讲那个话真的是很没有温度啊。你就好好去念书啊。这句话就好像什么，你知道？我当过3军11校的入伍生团的指挥官，那个不只是陆军官校陆海空3军官校、医学院、什么理工学院、政战学校都在里面，然后会一堆人就是意志不坚，要申请退训。那黄国昌的想法就好好加油，你走吧。不可能啊，一定逐级约谈啊，连辅导长约谈，营辅导长约谈，最后指挥官约谈。那约谈完以后，当然我说到底你为什么不想念呢？OK， 我都会问嘛。他说因为个性不符。我说那你当时干嘛考呢？讲实话，我说我会让你离开，但讲实话。那讲的都声泪俱下，没有辅导长整我啊，那班长对我很讨厌啊，他就是注意要搞我。旁边那位辅导长整的吗？不是他，不是他，他是小辈他就大家都整我嘛，所以我才要离开。那我说好，那没关系，我帮你调个单位，我帮他调个单位，留下来好不好？包指挥官，我会留下来，但是你不要让辅导长知道。那这个人就留下来了，这叫什么温度？这叫温度。民众党还缺一个叫制度，他除了没有温度，还缺了制度。你的提名标准在哪里 ？OK， 你一个初选还没开始，主席怎么可以去帮特定人站台呢？我相信国民党跟民进党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我以前当个地方党部的主委，他们要做初选，有很多里长要初选，鲍主委，我跟你合照，都不行，因为初选是党内同志之间的竞争。我跟你合照了，那对另外一个不公平。因为像民进党，你想想看，现在如果像高雄那几个候选人在初选那些，如果都挂赖清德什么什么在那上头，那怎么绝对不允许？先赶进我们初选的规则定得非常非常明确首先第一个就是总统、副总统的照片不能用，不能用然后所以前一阵子我们是直接下令就全部下架，本来已经用的全部下架。OK。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个选测会，选测会里面就是决定提名办法跟征召谁的讲白各派系大头啦。的所有里面成员的都不能用 ，OK， 所以我们规定是很明确的。那你能用吗？能用你吗？抓你可以用，没有人要用。对，没有，他选测会都不能用不是主席、副主席、总统、副总统，就会影响到初选都不能用。那其实国民党在初选的时候也有规定，你有党职的。像主委或者是地方的中常委，原则上你都不要露脸。好，可是这些事情，未来对民众党的发展到底会有什么一些影响？可是，对国内来讲，有一个议题，两位可不可以简单的告诉我，我们真的会多放1天假吗？不在籍投票，不在籍投票，如果在立法院看起来蓝白是一定要过，对不对？那个不在籍。第一个是只限制在我们台澎金马这些地区，不基于中国大陆啊所有这些嘛，对不对？国外也不算。好。但即便是这个样子，然后现在蓝营是不在籍的投票一定要过，所以以后投票不一定要赶回家赶到你的户籍地。对，绿营这个地方的反制是说，那没关系，因为人数比不过嘛，你们就是要多放1天假，是不是？就是这是策略啦。就是因为今天不在籍投票，国民党的论述是希望能够让大家都能投票。那我们的反制，因为不在籍投票确实社会有不同看法。我是觉得可以讨论，可是。老实讲，党内也有不同看法，每个人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说，我先讲，境外的我觉得大家不用谈，境外的他不用讨论。那境内大家也会认为，那国内我先讲，有人认为，我实话讲，我们接触到了各行各业，有人认为说，其实确实啊，在我家附近投比较方便啊，不用回到户籍地。但也有人认为说，其实会增加选务的困难等等。就是这不是不能讨论。可是后来我们其实党内一些立委，其实我觉得蛮不错的，他们就想到。如果理由只是说要让大家都能回去投票，都能投票，那其实前1天如果多放1天假，何乐不为？2天1夜回老家投票，看看爸爸妈妈，看看长辈，又可以投票，又没有这个不在籍投票产生的争议，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蛮健康的啦就来讨论嘛。来，对，那放假没有不好了，对，放一下不错。但是说如果还回去，是不是要花车费这个问题？这个也要讨论，因为如果不在投票，我就不用再花那个车钱住宿费什么等等的。但是的确，关于说没有错啦。
我觉得不在籍投票的一个重点是让大家方便。我相信这种想法大家应该没有意见。但是让大家方便的情况之下，到底是用不在籍，还是说要放天假？对，我觉得立法院好好讨论一下。我觉得这个的确是不要太多个人的思维跟考虑啊，没有说哪一个做法对我政党比较有利，没有这个事情。怎么样让民众真的能够感觉到方便，而且愿意去投下那张票？我相信才是这个立法的初衷。我觉得接下去比较恐怖的事情，是因为公投绑大选这个事情已经过了。那接下去各个政党一定会攻防了。就是说，因为现在也有民间团体在提，就是要做一些联署嘛。包含这个限速法。就是要做公投，然后包含公职人员选罢法也有3案，所以那在这个时程，它是成案过后有一定时限之内要投票，所以其实也不一定绑得到大选，所以其实接下去这几个议题都一定会角力。好，那可是大家更瞩目的一段是区域政治上来讲的话，中日之间的关系，因为高市早苗首相那段话，是不是往下还会延烧？那冠廷，你真的在荧光幕上面看到日本艺人在那边表演的时候，就活脱上来2个人跟他讲，叫他下台那件事，对不对？对啊，这是真，这真的就是两件事了哈。第一个事情当然滨崎步在中国的这个演出，对，然后被取消。那取消之后最无声的抗议是什么？就是我一样唱给你看嘛，照唱，我就照唱嘛。那所有这个照唱完之后，滨崎步，我想他本来在我说亚洲天后嘛，日本天后，这个尤其是我这个世代啦，我觉得他的主要歌迷，这我大胆讲一下，我觉得35到45岁应该是他最多的，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然后听他的歌曲的很多朋友。那现在问题来了，就他今天好被你这样子搞掉，票都卖完了，然后用无可抗力因素临时不让他唱。那滨崎步反制除了唱完以外，后来他的那个 IG 上面啊。分享新闻，而且都是分享繁体中文的新闻，还有分享《自由时报》的新闻，有很多日本人就讲，哎呦，这个是很厉害的抗议方式，就是分享台湾的媒体报道他这个无声抗议的新闻。那其实这个事情是很多中国网友也看不下去了，就是说就很不文明嘛。后来他的那个 IG 上面啊，分享新闻，而且都是分享繁体中文的新闻，还有分享《自由时报》的新闻，有很多日本人就讲，哎呦，这个是很厉害的抗议方式，就是分享台湾的媒体报道他这个无声抗议的新闻。那其实这个事情是很多中国网友也看不下去了，就是说就很不文明嘛。那除了滨崎步以外，另外有一个艺人叫大龟真希，大龟真希更扯，他在上海演唱到一半，被强行拉走带离舞台。就现在画面上看到这个大龟真希，又看到画面冲上去，直接人家唱到一半，然后就把他架走，直接架走，带走了。就每到后面的那个背板啊、CG 啊，全部都变成是黑的。怎么有人这样子搞？然后你知道后来就是包含，其实有很多人，我们从小有看那个卡通，有很多女生喜欢《美少女战士》嘛。美少女战士本来在12月音乐剧要在北京、上海跟杭州演出，也全部取消。那基本上现在中国就是因为高市早苗讲的这个话，他要反制你，那反制你的结果是用很暴力的方式处理，其实很不文明啦。那这个事情，说实话，连《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都看不下去，他直接讲说，他发文直接讲说，唱到一半把人轰下去是很不尊重的行为。所以老共这种做法，这不会你不会得到认同嘛？这有哪一个人会觉得说你这样子去搞一个好了，你要对付的国家，是觉得你是很现代，然后有个大国，然后让人家觉得你中国不是说大国崛起吗？不是说儒家文化要影响全世界吗？不是说孔夫子那个胡锡进可能买了20张票，有可能，所以这接下去的结果，我认为只会让很多日本人一定会对中国人很反感，然后中国人自己的乐迷也被惹到。OK， 对，来，我老讲中日双方不高兴的政府的事情，讲白了，所以你说把已经既定的行程跟取消，我觉得就已经没有道理。但是直接唱到一半被拉走，我真的是你差那2分钟啊！对，我第一次看到，而且它是一个动漫的一个演唱会嘛，唱的是很有名的一个主题曲。对啊，所以现场所有的那些动漫迷都错愕啊。但不会，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所以表示这件事情对老共来讲，他真的是要把它搞大，他真的认为这是一件大事。我觉得是乌龙，因为后面的演唱会他继续让他办的，有几场好像在别的省的时候也是唱日本的歌曲让他办的，所以他们现在把它归咎于是上海这个主办单位自己个人的行为。但是我个人觉得，
这上面没有交代，他上海会自己来做这个处置吗？我觉得这很大的错误啦，这个做法是绝对错的啦。这一般人来看，你就觉得在搞什么？就是你把你的不爽，把你的政治因素已经蔓延到不要说日本人，连自己的国民都受到损害，这种做法我觉得是非常失败的。那我也期待世界各国啦，大家都是邻居啊，好好谈很多事情，好好谈，让双方能够有个和平理性的沟通，才是身为大国应该要展现的风度。OK， 但将军，你看媒体上面报道，尤其是好了。你说每次都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所有这些，然后日本也一直不断的在强化西南岛屿啦，所有这些地方，包括前一阵子讲说，包括防空飞弹啦，所有飞弹的进驻，所以有一篇报道在讨论所有这些的时候，与那国岛，为什么这么关键？大家可以看哈，与那国岛为什么这么关键？你看中国解放军直接发出很严重的声明呢，跳脚，他说绝不允许日本重回军国主义侵略的老路，就是告诉你。日本的军国主义要回来了，这是解放军报。解放军哦，解放军郑重的跳起来讲哦。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他会要这样讲。中国一直很担心一件事，就是反介入。就是他在打台湾的时候，如果有别的国家介入，麻烦。其实中国最不想谁介入？日本。中国最不想就是日本介入。第一个禁。第二个中国藏起来对日本有一种恐日症啊，真的他们有一种恐日症。第三个有美日安保条约。日本只要介入进来，对中国来讲极不利，非常不利。那对解放军不利，对中国不利，对台湾就极有利。所以日本如果愿意表态，他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日本有事，台湾有事，这表示什么？你知道？共生体。第一个禁，第二个中国藏起来对日本有一种恐日症啊，真的他们有一种恐日症。第三个有美日安保条约，日本只要介入进来，对中国来讲极不利，非常不利。那对解放军不利，对中国不利，对台湾就极有利。所以日本如果愿意表态，他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日本有事，台湾有事，这表示什么？你知道？共生体。两国是共生体，台日已经是共生体了。那就叫做什么？台日之间的北约嘛。你打台湾就是打日本，你打日本就是打台湾，变这样那但是呢，这缺少一个所谓的白纸黑字。北约是有白纸黑字，但这个呢，这个所谓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已经变成两国之间的不成文的默契了。那么你看看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多近？110公里。那这个地方呢，日本之前在上面几乎是没有军事设施的。那在2年前成立了雷达监测的一个基地。现在连这个防空雷达、防空飞弹都要进去，那对于日本来讲，这是我的国防啊。因为你拿到台湾就会影响到与那国岛。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讲，这一个地方日本的国土的最南端就是这一块。那如果今天日本没有了这一块，你说对日本有什么？当然有影响啊。你知道日本经过台海的所有的海运产值非常高日本光是经过台海这一块32%。进口要经过这里，25%的出口要走这里，所以对他来讲，它不只是国土主权，它更是经济命脉。那大家想想看，那如果台湾跟日本绑在一起了，那对中国来讲，他怎么介入啊？他如何反介入？你一跟台湾宣战，或者一跟日本宣战，是跟台日美同步宣战。所以说日本的这个表态出来，对于中国来讲，他已经把台湾放进印太战略的棋盘里面，而且呢，日本已经下了第一个棋了。那么看中国如何反制。中国的反制就是把唱海贼王的人赶走，把这个丁岐部赶走，赶到最后变得全世界讨厌中国，所以中国现在是骑虎难下，不知道该怎么办。范老师，最后1分钟，可不可以告诉大家，以国际政治上面来讲，这件事情要怎么解决？目前看起来是无解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其实这件事情，我们观察2点第一个，高市早苗是11月7号在日本的国会谈这个问题，但是中国其实真正的反应是到13号。中国这个他们这个外交部的副部长宋卫东才奉侍召见这个日本驻这个中国大使。所以这中间隔了几天，事实上隔了7天你想想看，这么重要的决定，如果说高市那天讲完话，中国应该立马反应嘛。现在的外长是谁？王毅啊，王毅当过驻这个日本大使他怎么不懂日本呢？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透了一个
很奇怪，为什么隔了7天？而且大家还记得，隔了7天之后，中国只是说我们建议中国公民避免前往日本。第一个建议哦 ，OK， 你可去可不去。第二个避免哦。就有中国公民不是一大堆去嘛，还在日本，很多人说中国根本就是这个口嫌体正直嘛， OK 后来才说全面禁止嘛。所以我觉得啊，那加上这样，你说像这个滨崎步这个事情，我觉得中国现在这个外交决策是出了问题。为什么会出现？你滨崎步他会到上海办演唱会，哪里是他一个人带个麦克风就来了？他光是乐队，光是器材，几个货柜。结果一定是中国告诉滨崎步你可以来嘛？我可以保证你一定可以来。结果来了之后呢，内部有鹰派反对了，所以我觉得这凸显什么？习近平现在的权力问题。你连这个问题你都捉拿不定，那我问你，你有什么底气说你要打台湾？所以说你要反应应该很快啊。OK， 今天如果真的日本跟美国的战航母真的开到了台海的这个防空识别区以内的话，你日本中国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反而凸显中国在这个事情上的危机处理，它内部的横向联系出了一个严重问题。OK， 那未来中日之间像这个问题到底会用什么样一些的方式解决？然后包括前一阵的通话，连美国是不是也会介入在里头？未来会怎么样？是国际之间观察的一个重点。对国内来讲的话，那两岸之间对于在未来2026、2028这两场选战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希望我们见面，我们明天见，拜拜。